大家好，我是老魏。今天老魏跟大家聊聊越南旅游容易遇到的一些陷阱。当然，有些陷阱呢，它是普遍的，不光是在越南，在海外其他任何国家，我相信都会遇到类似的一些骗局。我们重新回到越南，说越南风景非常优美，海岸线3000多公里啊，自然景观非常非常好，得天独厚，可以说是上帝非常爱越南，然后给了越南这么美的风景这么美的美女这个自然风光很好，美女又多，这样的一个国家，谁不愿意来旅游呢？对不对？然后它的自然风光好，气候也非常好，非常温润，晚上特别特别舒服。那大街上那么多人坐在这个路边喝咖啡来这个喝啤酒，晚上非常非常的舒服越南是一个让人非常沉迷的、很容易沉迷的一个地方。但是到越南呢，如果是游客的话，很容易遇到以下几个问题吧。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了越南以后，从机场出来以后，我们在打出租车的时候容易遇到陷阱。这个陷阱呢，很多人都遇到过老魏遇到过2次。老魏遇到的陷阱是什么呢？就是说，到了目的地，谈好的价格到了目的地以后我给他了一个50万的，他转手给我换了个2万越南盾的，换了2万，他要说这个就是咬死了这个2万是我给他的，而不是我给他的50万。那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没办法，只有再重新给他钱，就是等于他昧了我这50万。这种事发生过2次，我问我身边很多朋友也都发生过，不仅仅是老魏身上，别人身上也有过这种事儿，所以这不是个例在我身上发生的这个事儿不是个例，很多人都遇到过。那在越南呢，如果防止类似的骗局呢，最好是坐正规的出租车。正规的出租车在越南是 Vinasang， 还有一个就是美林叫美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您自己在网络上叫车 Grab 或者其他的打车平台打车，这个是我个人认为是叫那个打车平台是最安全的。当然很多人在没有到越南之前呢，他是没有办法有越南的网络的。那在这个下了机场以后他都有卖那种临时的那种卡的。当然在那个机场买卡就是一个消费陷阱，它比那个你自己到那个电信局要贵一点点当然这个贵的价格也能让人接受如果说你能够在那儿花点小钱买一个电话卡有流量的就行买个流量卡，然后你自己有一个 Grab 可以打车自己打车就可以了。但是 Grab 呢，它只有英文和越南文，它没有中文。那可能说英文不好的中国朋友到那边打车也是个问题。当然，你可以让你的朋友帮你打车或者越南朋友帮你打车。如果你什么都不认识，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叫那个出租车，叫 Vinasang叫出租车就好了。如果你打一些黑车容易遇到什么问题呢？我一个在越南20年的朋友，他在打车的时候，就是有一次他从河内回胡志明打车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司机找他抢劫说是要抢他的钱。然后我那个朋友就非常理智，我那朋友在越南待了20年，越南话非常好，就跟他讲呢，你年纪轻轻的做这个事情呢，很容易把自己的人生给坑害了。就说你可能这一辈子你都没有机会再有好的发展了。那你可能遇到什么难事了？我呢身上带的钱不多，我也多给你一点钱，但是我要留一个自己的钱来做我的开支日常开支。所以他就给那个人呢多给了几十万就是也给他说让他今后不要年纪轻轻不要再做这种事了当然这个是那个出租车也把他送到他家里了他住在七郡从机场到七郡，差不多给他100万，平时呢也可能只有20几万、30万左右吧这样的话就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所以呢，在越南打车大家一定要小心，因为这种来到越南第一站，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个攻略的话，你很容易就是影响你旅游的心情，对不对？你到越南了，第一站就被坑了，你后面你就提不起精神了，是吧？然后到越南的第二个陷阱呢，就是大家比较容易遇到的，就是一个汇率陷阱。
因为我们到了越南以后肯定要换越南钱，对不对？换越南钱呢，就是如果说中国朋友的话，就是你拿着人民币换越南盾，那可能是汇率上它会有一个偏差，或者拿美金换越南盾，汇率上一个偏差。而且在越南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越南是不收人民币现金的，所以你到越南旅游的话，你不要拿人民币现金，美元现金大家收的啊，美元现金收的，然后人民币呢很多人只接受转账啊，微信转账或者支付宝转账啊，或者银行卡转账。一般银行卡转账大家也不太愿意接收，都是微信或者支付宝相对安全一点啊。有了越南盾换人民币的，人家一般都不要陌生人的人民币，因为现在这个博彩的钱太猖狂了啊。这个汇率陷阱呢，大家一定要，反正这个损失也不是很大，就是他只要能拿到你的越盾，稍微损失一点点，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不要太夸张啊。比如现在的汇率大概是1块人民币对3500多啊，具体多少今天我没有查啊，大概3500多。那有的人可能就是有的会这个汇率上差了，比如说按3300给你换啊，或者3200给你换啊，有的导游就是直接按3000给你换，这种很多，他这个吃差价吃的很大了，就是比较夸张啊。就是换汇这一块是一个可以说是很多人就是宰游客的一个现象吧。其实你看的钱不多，其实那个差距很大。如果说你10万人民币左右的话，那个差距大家自己算啊，那有多少？其实很多了啊，很大的一个数了啊。然后就是一个导游的陷阱啊，就是到了那边以后，你可能会找一些导游啊，这个导游呢一定要谈好价格，谈好服务的时长啊，大家一定要谈好服务的时长，因为越南人的跟你谈这个雇佣的时候啊，他们骨子里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个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5点这个时间段，但是中国人往往是觉得，哎，这一天你都要为我服务，所以很容易出现这种摩擦，就是我这个时间段给你服务，这是越南人的想法。中国人的想法，我付你这么多钱了，你5点钟你就走，这个我还没吃晚饭呢，对不对？我还正在旅游呢，是吧？所以容易产生偏差，所以一定要约定好时间啊，这个非常重要。包括你租车也是，在越南租车也是啊，一定要，特别是那种租汽车带司机的那种，很容易出现这种偏差。人家5点钟就要回到家，或者说就要你下车啊，不然的话你要另外再付钱。所以特别是下午两三点钟去打车啊，用车的去谈，可能是人家是按一天给你谈的啊，对吧？用车从哪到哪一个来回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谈好了以后，他要5点钟下班，或者是上午谈的，比如上午10点钟谈的，然后他下午5点钟就要下班，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中国的朋友会觉得啊，你还没有完成呢，对不对？但这个就是一个理念上的偏差啊，这个是很容易发生这个摩擦的一个地方。所以你要了解越南人这个习性，然后跟他约定好时间，几点到几点啊，或者说比如说下午3点到晚上8点，哪怕5个小时，我也是付这么多钱，那到时候就不会出现这种摩擦了，明白吧？啊，一旦出现摩擦呢，其实有的越南人很刚的，他不喜欢你了或者怎么样了，他不做你的生意了，他直接把车开走了，把你扔那儿了，那你就是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你一个外国人，你说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了，然后又没有一个朋友，然后把你丢在那儿了，你自己就会比较麻烦，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你到了景区以后啊，就是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消费陷阱，比如说我们去玩的时候，可能会遇到有人哎给你一个，比如说到庙里了，有人给你拿了一炷香，这个时候你接还是不接？你想拜拜的时候，有人给你递了一炷香，那点上呗，点上拜吧，对吧？然后在越南就真的发生过这种事儿，就是在一个寺庙里面，就是有个人就是来一个人他就递个香，来一个人就递个香，来一个人，哎，很多人就觉得哎这个香是免费的，对吧？事实上呢，越南的很多寺庙也是免费发香的，但是它的香是放在那里，没有，就是像放在那里，很多这个华人寺庙里我看到啊，放了很多香过去啊，然后你是拿一根儿，拿一支或者拿3支去上香去敬一敬，对不对？啊，这个时候没有人找你要钱的
当然有人跟你递香就不一样了，有人给你递香一支一支递完了以后你就烧完了以后他找你要钱一支香要的也不贵，或者5万10万，最少也给你要个3万2万的，对吧？那你就觉得这个你如果不给这个钱，很容易出现这个撕扯很容易出现撕扯，那你吃亏的就是你了，对吧？所以这个你一定要问清楚，这个要不要钱不要钱你就不要他如果收钱的话你就不要，甚至你最好不要接人家东西，不要乱接人家东西，没有什么免费的，对吧？免费的东西最贵了，大家明白吧？免费的最贵了，或者你往那边一坐，鞋子给你免费擦起来了，对吧？他也不说多少钱这个老魏有一个视频也是遇到了，我跟国内来的一个老板，我们在软汇步行街在路边坐着喝东西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会讲一点点中文的一个人在跟我们擦皮鞋，那我是严令拒绝的，我不让他擦，对吧？然后他就帮我那个朋友擦，然后擦完了以后就我就问他多少钱，他说5万，然后擦完了以后给他5万，他不肯要，他说他最后我朋友给了他20万。当然我这个朋友呢是第一次来越南，就觉得这种事儿遇到了破财消灾嘛，但是我就觉得很生气，就擦完鞋以后就要的很多了，他又说跟我们打蜡了，又说什么东西的，哎呀，反正说了一堆所以在旅游景点像这种给你擦鞋的，给你递饮品的这要格外注意。那如果给你递的正常的饮品还好一点，如果里面再加点什么药什么东西的，那你就大家琢磨吧。还有给你免费按摩的，对吧？你到海边，哎呀，给你们那个海边给你免费捏一捏的，这种很贵，一定要我们出去消费一定要问清楚。比如说我们按摩大概多长时间，对吧？然后多少钱，对不对？一定要讲清楚。如果你不会讲，你干脆就拒绝人家，对吧？你要到专业的店里去，就比如你想按摩的专门的按摩店，想喝东西专门到咖啡店想买香的话，那个或者说那个每个寺庙都有专门卖香的地方卖香烛纸果的地方都有的然后另外一块就是租车和租摩托车、租汽车的陷阱。租摩托车、租汽车这个是非常容易发生纠纷的非常容易发生纠纷。纠纷的点儿我给大家说一下首先这个时间上的问题，一般的话到了你最好是当天租当天还，你第二天还。你比如说今天我12点租的，我明天早上8点去还，那算2天了这就算2天了一定要让大家记住这一块，就是如果你今天租的，一定要今天晚上在他下班之前还给他，这算1天这算1天。如果说你第二天早上去还，你还不如第二天晚上去还呢，大家明白吧？这个是一个租车的时间上的一个陷阱。另外一个陷阱呢，就是说这个摩托车你租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拍个照最好他们在场的情况下把他们也拍进去把这个最好录个小视频车上有没有哪有刮痕的，有擦痕的，有哪儿不好的，一定要就是全部拍进去你不然的话你还车的时候你就说不清了。这个我们车给你的好的，你回来以后这个掉块漆了，那个少个零件了，什么什么什么，哎呀，你赔吧，对吧？你肯定要赔，你不赔的话，你根本就跑不掉，对不对？然后再给大家聊一下，就是就是假冒伪劣产品这个服务区就我是在国内旅游的话，我就不让小孩子在服务区买任何的纪念品的买任何的这个商品，因为国内的是因为贵，那在越南呢可能会有一些假冒伪劣产品当然你要是觉得这个纪念品这个价格还可以的话，你可以适当的买一点，但不要买这个货值太高的，大家明白吧？货值太高的假的很多，比如说燕窝你在旅游景点买的燕窝买的沉香，对吧？这些东西货值比较高的东西很容易出现假冒伪劣的这个大家一定要小心第一郡摩托车都是24小时记的是吧？这个我可能是因为我的资讯可能比较老一点，因为我在越南没有租过摩托车，真的，我到哪都没有租过摩托车，都能借到摩托车。但我听朋友有这么讲的就是这个时间的问题，所以我就聊了一下这个如果是24小时记的那最好。所以就是说你在租车的时候一定要给他确定好归还的时间，对吧？比如说今天8点租的，我明天8点还你，这个算1天，那这样最好了，对吧？这个一定要讲清楚。如果没有讲清楚的话，你很容易就是吃亏，对吧？
我的意思也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讲清楚，跟团游的，特别是大陆来的，这我要得罪旅游公司了，因为他们有的是那种低价游的，特别是那种到芽庄的比较多啊，低价游的，我操，这样会不会得罪人啊？天哪，下次到芽庄会不会有人砍我？啊，就是低价游的这个东西呢，它一定会有那个让你购买一些商品，当然它有的做的高明一点呢，它会组织一些会销啊，让你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多好多好多好，你忍不住就购买了，这是你发自内心想买的，对吧？我就遇到过这种事儿。我一个朋友到越南去旅游了，我说你要买什么东西，你一定要告诉我，对吧？他忍不住就买了一个乳胶床垫儿，7000多块人民币啊！我回到中国，我一看他那床垫儿，我说你这7000块钱在越南2000块钱比他的好的太多了，你知道吧？他那个软塌塌的，可能只有5、6公分那样子。我买的是15公分的，大概是800万2400块人民币，他那7000人民币，那跟我那没法比。15公分，我天呐，我人踩在上面，我200斤啊，人踩在上面不动的那床垫儿，我现在睡的还是呢。他买的那软塌塌的，我说你这东西给我用我都不用啊。所以旅游景点不要随意的买东西，买东西前面呢，你也一定要谨慎，或者问问一些在越南的朋友。如果你越南有朋友的话，你一定要听他的劝，别不听劝，不听劝会吃亏的。当然你有钱另外说了，对吧？但是你买的东西不好，我觉得也不好，是吧？你那个钱你要买个品质最好的东西，是不是？特别在景点，你看泰国的旅游景点，马来西亚的旅游景点有好，你看泰国有很多燕窝，它是做的假燕窝，吃起来那个口感是一模一样的，它用一种什么胶做的就是你口感上一样的，只卖中国人不卖给本国人泰国人去买就是真燕窝，他们买就是假燕窝，这只有化验才能化验得出来，一般吃不出来了，口感上是一样的。我天哪，这个造假造的特别有水平，特别高级特别牛逼也是只针对中国人来做的，因为中国人太多了，又有钱，这个人傻钱多买回去以后也吃，是吧？也不知道怎么来判断真假所以在越南旅游呢，就是大概就这么多的问题啊。你像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一个朋友，他以前在越南做过导游他说疫情之前那个时候那个很多导游赚的钱一个月能达到就是6位数夸张吧，6位数他自己呢刚开始做的时候一个月能达到3万人民币这个太夸张了，这个很牛逼的。所以呢，就是在越南呢，一定要谨慎这些消费陷阱想旅游呢，其实你可以多做点攻略攻略如果说你不想太做的话，因为我们做了攻略，这真到那个国家了以后，很多时候是和我们做的攻略和我们想象中的是两回事的，对吧？其实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很多现实就是那个现实的冲击会让你忘掉你的攻略。你比如说在越南生活那么久的人，你看我们在打车的时候，我还遇到过被坑的。我心想，我都在越南这么久了，像我那个朋友在越南10几年了，还是被人家要抢，对吧？还好，通过这个语言的艺术，那哥们儿越南语好，给他正常的交流，他也没有抢到钱也就是损失了一点点钱吧。但是在越南这种出租车，特别打出租车长途的朋友如果说你是女性，你最好有个伴侣不要一个人，这样也是为了人身安全最好是长途旅行特别是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最好是有2个人一起。像这种背包客、背包游的话，你一定要有这个丰富的经验要有一个防骗经验。还有一块就是财不外露，就是你在外面呢不要特别像越南这种地方旅游，不要把这个钱露出来，手机一定要放好手机不要钱包里的钱呢，最好是那种大钱你要放安全一点放好，然后拿一点小钱出来，你不要像有的暴发户一样，中国的有的真的中国朋友有的暴发户一拿一大沓那啪啪啪数着，那种很容易招人惦记的是吧？我们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他惦记上你了，他就跟着你他一旦有机会得手，他就会动手的。当然他没有惦记你，那随机的他就可能不会认为你有很多钱在身上，
但是如果你有很多现金在身上，很容易遭惦记。你像我很多朋友都是在第一郡被偷过、被抢过，被抢的话也是那种随机的，啪抢了就跑，那种人家就知道他有钱。对，越南本地人也同样被抢，是的，越南也有很多人被抢啊，就是我也听说过有越南人被抢的，也亲眼见过。我以前有一个认识一个华人大姐，她就是被抢。昨天我在直播的时候也聊了，好像是吧？是吧？比较传统的华人大姐，那个就被抢了，抢了以后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对吧？所以越南其实它治安很好，其实我觉得这种抢劫啊，每个国家都会有。你敢说泰国没有吗？马来西亚没有吗？或者说，英国有没有？欧洲有没有？对吧？可能新加坡没有，因为新加坡法律太严了，对吧？很多人可能到新加坡会感觉比较安全，但是在越南旅游呢，我觉得越南旅游体验特别特别好，给人感觉这个风景也好，空气也不错，相对来说也不错啊。然后那个物价也是比较也不太高啊。有很多中国朋友说这个越南人喜欢宰中国人，其实不是啊，其实越南人也会宰这个美国人。比如说有的越南人啊，比如开餐厅的这种比较多，越南人一碗粉3万，看到外国人了就5万或者6万，只要是看到外国人就是5万6万，他就要翻一倍。那有的中国人就觉得哇，你这个专门坑中国人，其实他也坑美国人，是吧？所以我们不要搞这种民族上的对立，我们只要看这个是不是别人也被宰了，这样心里就平衡一点点啊。当然了，如果说你想在越南不被宰的话，不被坑的话，就是你最好学几句这个越南文就是人家会觉得你是本地的或者在本地待的时间比较长一点，那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轻易的宰你，或者说来坑你，对吧？这个入乡随俗嘛。还有另外一块呢，我们在越南旅游的话，特别是我给中国朋友很多朋友都提过醒，就是说你来到越南以后，一定要尊重当地的风俗，尊重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就是有很多中国朋友真的到越南了，就是跟那翻译讲啊，你们知道吗？越南以前就属于中国的我这种人，我跟你讲，就是来越南挑事儿的，对吧？因为每个民族、每个国民、每个民族，他都有自尊心的，所以你要尊重人家，就是不让人家不舒服，对吧？历史呢已经过去了，所以越南也不可能跟中国再合在一起了，是不是？然后就是大家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然后你主要是这个在越南旅游的过程或者说工作生活的过程要开心要尊重别人相互之间彼此能够包容，能够理解我们能够友好下去，这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的，对吧？